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家的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7季第4集。明天是万圣节，辛巴早早就布置起了庭院，开关启动，饶是青天白日，也不禁让人生出阵阵凉意。辛普森一家的万圣节已经是春田镇的老传统了。弗兰德好奇辛巴今年会不会再去树屋讲恐怖故事，当然这是每年的必备活动。这次他要讲的是关于神经病以及家具统治地球等等的故事，这种听上去就很刺激的，人们最爱看了。说话间，辛小妹也来到了庭院，欣赏爸爸的万圣节布置。看这拱背的猫，真的非常吓人呢。有人看中这个节日，自然就有人无视这个节日。对于那些假装不在家的人，辛巴只想称其为万圣节叛徒。这时，小新拖着一堆白骨出来了，这原本是骷髅，不小心被火炉烧化了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再去买个好的就行了。走进超市之前，辛小妹看到了恐怖之夜的广告，完全掩盖不住内心的欢喜。今年她终于到年龄可以参加了，她都能想象明天朋友看她的眼光将是何等的羡慕了。不愧是万圣节前夕，快易买超市也变了样，商品全换成了节日道具。阿普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，唤作阿布。阿布见招来的员工都不干活，就催促他们赶紧起来工作。辛妈见状，觉得阿布有些过于苛刻了，阿布就告诉他，这些都是临时工，有节日的时候就在各个城镇来回流窜，如果他不对这些人强硬一点，他们就会变成小偷或者抢劫犯。这时辛巴看上了骷髅乐队，正在思考要不要买的时候，有个临时工找到了他，让辛巴从他这里买，只付1个的钱，把4个都给他。当然这笔交易不能让阿普知道。辛巴答应的好好的，结果转头就把这件事给阿普说了，然后那3名员工就被赶了出去。他们现在对辛巴恨得咬牙切齿，发誓一定要让他后悔所做的事。晚上，辛巴带着兄妹俩来到了小丑乐园，配合着恐怖之夜，阿壳的声音格外瘆人。但这些还不足以让辛小妹退缩，她仍然对这个乐园充满期待，直到撞在了一个僵尸的身上，人皮揭开，血肉模糊。辛小妹被吓坏了，赶紧躲在哥哥背后，这实在是太血腥了。小新对此早已司空见惯，就说没办法，不然游客会觉得很无聊的。说话间，突然冒出了几个电锯人，辛小妹魂儿都吓掉了，扑在爸爸怀里就说要回家。小新自然是不愿意这么早回去，恐怖之夜才刚刚开始呢。辛爸也不想现在就走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而是很多钱的问题。这票价太贵了，而且还是辛小妹自己强烈要求来的，人总要对自己做过的决定负责。如此，辛小妹也只得答应再试试。为了安抚她，辛爸拉过女儿的手，说他来带她穿过这片僵尸群。在此过程中，辛小妹一直紧闭双眼，不停给自己洗脑，这不是真的。结果再一睁眼，牵着自己的俨然变成了僵尸。辛爸完全没发现女儿丢了，注意力全放在了吃的上面。落单之后的辛小妹走着走着就迷了路，本想找个大人帮忙，结果被拿电锯的婴儿吓了个半死。好不容易跑进了安保室，不想保安的胸膛钻出了个机械大嘴。出去之后又遇到了成群的僵尸，他们发现这个小姑娘之后，就摇摇晃晃的围了上来。这些流着口水、瞪着眼睛还吊着肠子的恐怖僵尸，把小姑娘直接吓崩溃了。她蜷缩在地，开始胡言乱语。工作人员监测到了这里的情况，看她的恐惧值已经达到了7级，而且还在持续上升。负责人只得下令启动胆小鬼装置。紧接着，乐园里的灯就亮了起来，广播里通知所有的活动全部停止，再次开启的时间将为65分钟后。就因为一个胆小鬼破坏了所有人的恐怖之夜，游客们都对此充满怨气。但这也没办法，辛小妹实在太害怕了，缩在爸爸怀里都还心有余悸。昨天过去，又是新的一天，但在辛小妹心中的阴影显然并未消散。她不愿过万圣节，不愿穿自己精心准备的节日服装，甚至连眉毛胡子都不愿戴上。学校里的布置也让她害怕，那些萌萌的小卡通人物，在她眼里却化作了那没脸的僵尸。无论是什么，都会让她想起昨夜的可怕场景，还有那张牙舞爪的老树，仿佛正伸出枝干要把她给捉住。吓得辛小妹忙躲进了身后的储物柜，只有这狭小的空间，她才能感觉自己是安全的。最后是辛妈把她给接回来的。看着庭院中摆放的那些节日道具，辛小妹害怕的直往妈妈怀里钻。坐在沙发上，她也是瑟瑟发抖。辛妈想着或许应该拆掉尖叫恐怖屋，但辛爸可不愿意。谁人不知他是万圣节的莫扎特，他就靠
靠着自己这非凡的装扮才能在1年的这一天扬眉吐气。辛妈知道，但辛小妹的状态很不好，她不想让女儿再回到泰利身边，可惜已经晚了，她已经回到了泰利身边。这条尾巴是现在唯一能让辛小妹安心的东西，虽然还是到了这一步，她又把自己封闭了起来。夫妻俩只得着手拆掉尖叫恐怖屋。对此，小辛自然是不答应，就算辛小妹害怕，也不能破坏她的节日啊。辛妈知道她这儿子的脾气，所以答应带她去万圣节导弹街区派对，那里有一个可以念出她名字的外星人，哪怕小辛告诉她的是脏话，她也照说不误。听到这里，小辛终于来了兴趣。辛爸把所有东西都收进了阁楼，然后关上灯，陪女儿坐在沙发上。为了转移小姑娘的注意力，辛爸拿出了拼图给女儿。看着可爱的小猫，他本来情绪有所好转，不料又听见了门铃声。辛爸前去探查情况，没想到是那几个临时工，他们来找辛爸要回丢失的工作。辛爸自然没搭理这些人，下达逐客令后就直接把门关上了。没过多久，门铃又响了起来。辛爸不耐烦地开门一看，不想这些人竟站在马路对面。这一次连辛爸也吓坏了，再次回头时，灯光下的人已经不见了。辛妈带着儿子来到了那条街区，没想到刚到门口就被拦住了。原来是因为去年人太多毁了派对，所以今年规定只有本街区居民才能进入。辛妈就想着拿华索团购票贿赂下保安，不料这人相当能抵制诱惑，愣是没接辛妈这票。无奈之下，辛妈只得调转车头，看着里面的蹦蹦床，还有那说着脏话的外星人，小辛都郁闷的要哭出来了。结束了，我错过了万圣节。专注拼图之后，辛小妹果然平静了许多，如此就更不能让她知道这个家现在正在被仇视的暴徒监视，所以辛爸决定悄悄去把门窗锁好。没想到他的举动还是被辛小妹注意到了，好在他胡说的本领一直可以的，就把辛小妹糊弄了过去。怎料转身就看见橱窗上写着不还工作就捣蛋，我们就在房子里。辛爸吓坏了，就想着打电话叫警察，不想手机也被那些人拿走了。情急之下，辛爸决定先带女儿去弗兰德家避避风头。走着走着，辛小妹突然记起泰利忘拿了，就赶紧跑回了家里。辛爸推开门，没看见女儿，魂儿都吓掉了。还好他马上就出现在了阶梯上。正当父女俩紧紧相拥之时，屋内突然升起了一阵诡异的白雾，紧接着白雾之中出现了3个人。父女俩被吓得是手舞足蹈，语无伦次，良久才想起来往楼上跑。终于在他们赶来之前爬上了阁楼。辛小妹蜷缩着小小的身体，不断给自己洗脑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很可惜，这次她所见的就是真的。被派对保安拒绝后，辛妈很不甘心，她一定要带孩子们过万圣节。怎料他们刚下车准备去要糖果，街边那些房子的灯光就熄灭了。恰逢此时，云层散开，明月显露出来，像是得到了某种信号。那些平时看上去严肃稳重的成年人，穿着奇装异服突然冒了出来。接下来的时间是成人万圣节。在这群洪水猛兽的逼迫下，辛妈吓得赶紧带着孩子们逃离了现场。此时那3人还在家里找寻父女俩，看样子他们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。辛爸听到东西摔碎的声音，是又心疼又害怕。辛小妹见状也更加恐惧了，但若是2个人都害怕的放弃思考，那就是坐以待毙，等着人来宰割。辛爸告诉女儿，他俩总得有一个靠谱，就他那脑子肯定不行。辛小妹就答应自己想办法。这时她看到了那些收好的万圣节装饰，想着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来发送求救信号，这主意不错。父女俩当即就行动起来。不料辛爸一个不注意，把骷髅乐队打倒了，他们的歌声传遍了整栋房子，也让临时工知晓了他们的位置。好在辛小妹反应快，用女巫的扫帚抵住了阁楼的门，若不是这样，或许就功亏一篑了。辛爸费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布置好了房顶，却不想今夜的风太大，他怎么也点不燃这烟花的引线，而那扫帚也支撑不住断掉了。辛小妹只得也跟着上了屋顶。得知火柴总被风吹灭，辛小妹拿出了泰利，让爸爸用它来点。这条尾巴上吸了8年他脸上的油，是时候让他做点贡献了。伴随着这引线被点燃，绚烂的烟花绽放在了春田镇的天空，所有人都聚集在了辛普森家门前，点亮灯光。屋里是个大大的 help， 众人齐心协力，很快就抓住了那3个临时工。虽说他们很可恨，但也可怜。警长让他们出来之后去找他，他会给他们安排一个看99美分店的工作。3人听说是这种稳定的工作，差点感动得泪流满面。被成年人这么一搅和，辛妈只得带着孩子们回家。就在小辛心灰意冷之时，他突然发现自家庭院异常热闹，尖叫恐怖屋又回来了。辛妈担心女儿，赶紧让众人停止，不想
想着小姑娘已经穿上了节日服装，从棺材里冒出，倒把她吓了一大跳。小新也终于可以好好过万圣节了。没想到今天没有恐怖故事，还是有外星人们出场。哦，原来是卡尔和兰妮假扮的。节日过后，世界重回平静。小新看到了那条烧焦的尾巴，轻轻抬手就把它恢复了原样，然后他把它捡了起来，就像曾经的新小妹一样，让这尾巴轻抚自己的脸颊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